大家好，歡迎嚟到新潮文嘅頻道，我係你哋嘅主持郭正彤。繼中國喺南海對非法闖入仁愛礁嘅菲律賓船隻動用呢個水炮攻勢令到佢哋一敗塗地嘅呢一幕呢，大家都非常之記得，記憶猶新嘅啦。但係就喺因為呢一役之後，菲律賓現在根據可靠嘅消息，喺佢哋嘅海軍港上面呢，就睇到有3艘巡邏艇，現在為佢哋船上面嘅機關炮啦，就加呢個防水罩，為佢哋外部嘅設備呢，亦都加防水罩，而且將船上邊嘅玻璃一就用鋼板嚟到去蓋住，要將船上面嘅所有物件、玻璃甚至照明燈呢，全部都要加緊嚟到去建設加固。此時有2個先兆，第一個呢，就係加防水罩同埋加固，無疑一定要就係準備去南海度搞事。要直接應對中國嘅水炮攻勢。另外一樣嘢好明顯就係巡邏艇不是民用嘅艇，不是海警艇，係軍方嘅。即係話若然呢啲巡邏艇一出嚟嘅時候呢，佢哋菲律賓就會表示到係動用軍方嘅力量嚟到去喺仁愛礁嗰度搞事，就會將此事提升到去軍事層面上面嘅啦。到底菲律賓會唔會做出啲咁義無反顧之事，咁一發不可收拾嘅動作呢？今日就會連同菲律賓喺做國際新聞嘅戰略上面一併嚟到同大家解釋，而且亦都會陪大家解釋下，就係菲律賓其實咁多年嚟可以講得係，如果冇咗中國嘅話呢，佢哋嘅經濟呢係會一落千丈嘅。一陣間亦都會以中菲貿易同埋中國喺菲律賓嘅建設呢嚟到陪大家分析一下，其實過去呢10幾年嚟點樣菲律賓係冇咗中國唔得。再之後呢，就會陪大家分析下最近菲律賓呢就購入咗整套嘅日本一個雷達防空系統，此時亦都關係到日本嗰邊正式將佢哋生產嘅武備嚟到去出口。而家日本呢仲有另外一個動作，就係將佢哋直接有攻擊能力嘅武備將會進行出口，表示日本將會喺呢個軍售市場上邊開始活躍起嚟。呢樣嘢關係到南海嘅局勢會有點樣嘅改變呢，亦都會陪大家分析一下。另外就係講完菲律賓，講完日本，大家都知道啦，整件事就係講緊美國嘅第一島鏈圍堵中國戰線。咁其實所謂好事多為，有建設性嘅嘢唔做，搞事嘅呢卻綽綽有餘。美國又好，日本、菲律賓呢啲國家，今日就會陪大家分析下一個國家點樣可以睇得出佢哋沒落。由最近日本最大嘅鋼鐵公司日本製鐵想將呢個美國嘅 American Steel 嚟到去收購，收購價遠遠超過佢哋原本應有嘅收購價，但係此時都俾美國嘅保護主義嚟到去剎停。想同大家分析下，就係明明有利於美國發展，有利於日本發展，有利於抗衡中國嘅呢啲舉動呢，卻喺美國嘅民粹主義民主選舉底下如何剎停咗。亦都會陪大家講下製鐵方面鋼鐵嘅生產，中國如何早就已經喺呢個世界遙遙領先。無論係日本又好，美國又好，喺製造生產方面點樣已經面對緊佢哋國家國力日衰，製造業嘅落寞。轉頭呢，就會陪大家一嚟到去分析嘅。咁喺新聞同埋國際局勢分析之前呢，為大家公布嚟緊新潮文喺2月農曆新年期間嘅活動安排。新潮文將會喺嚟緊農曆新年嘅初9 2月18號，同埋農曆新年嘅初10 2月19號，將會分別辦2場嘅宴會活動嘅。初9就會喺沙田嘅馬會會所度嘅宴會廳舉辦午宴，而初10就會喺跑馬地山光道嘅馬會會所嚟到去辦晚宴。有部分新潮文嘅網友指導，佢哋較為喜歡一啲高雅啲嘅地方，亦都對飲食嘅質素要求比較高。咁新潮文我哋能夠滿足嘅，能夠安排嘅話都盡量希望滿足大家嘅要求。喺初9適逢沙田馬場嗰日就會有新年跑馬，咁所以我哋特登揀咗喺2月18號初9嗰日係星期日嚟嘅，就喺沙田嘅馬會會所6樓嘅宴會廳嗰度嚟到舉辦午宴，同大家一齊喺跑馬嘅氣氛裏邊共進午宴，嚟到去歡飲歡聚同埋暢談一番。我自己
我就唔識跑馬嘅，亦都對啲馬仔冇咩研究。但係呢，我覺得如果嗰日初九農曆新年底下，喺嗰一個氣氛底下嚟到去食一個午宴呢，一定非常之賞心悅目嘅。嗱，宴會廳6樓宴會廳嘅位置呢，就正正就喺馬場終點啊，距離終點100米之外。我哋啱啱呢就會喺個掟彎位，非常之刺激嘅掟彎位嗰度呢，遙望住最後啊嗰100米嘅衝線。喺宴會廳出邊呢，就有一個露台，大家亦都可以睇得到呢。喺出邊啊，為住佢哋支持嘅馬仔叫喊嘅人群，喺咁嘅熱烈氣氛底下呢，喺出邊趁下熱鬧之餘呢，亦都可以入翻去宴會廳裏邊嚟到安靜咁嚟到吃呢個午宴。午宴嘅菜單方面呢，暫時沙田會所能夠提供俾我哋嘅呢，就係紅運乳豬全體、琥珀合桃、蘆筍炒帶子螺片，跟住就係每位上嘅椰皇花膠筒菜膽燉雞。然之後有黑松露嘅鮮菌雜菌、七頭寶石鮑魚。魚方面就有清蒸澳洲東星斑。雞方面呢，就有芝麻蒜香南乳琵琶雞。然之後主食就有薑蔥蠔皇炆廣東雲吞作為主食。然之後甜品呢，就同大家團團圓圓喺初九食個薑茶天子蘭花寧波湯圓。嗱，呢個菜單呢，係我現在暫時為大家公布嘅啫。因為我對菜單嘅菜式咧都仲有啲意見，我希望咧會所嗰邊能夠換上啲更加好嘅菜式，咁所以大家留意住節目嘅時候咧，我就會為大家更新咗我覺得應該改善啊嘅菜單選項噶啦，只會更加好嘅啫。每位嘅價錢呢就係2000蚊一位，時間就係初九2月18號嘅午宴時間，我就會安排1點咧就會開始食飯噶啦。嗱，有部分新潮文嘅網友朋友咧，自己亦都係馬會嘅會員。但係我嗰日我自己都好擔心呢，就係因為嗰日有馬跑，咁馬會嗰啲 membership 有會員嗰啲停車地方呢，我驚都會滿晒。咁我知道跑馬呢就12點開始，而因為我哋係包咗宴會廳嚟到進行午宴嘅話呢，咁其實大家11點啊就佢已經俾咗場我哋噶啦。咁唔知如果提早啲去嘅時候，有啲人如果你哋想提早啲去，想方便你泊車嘅話呢，咁其實11點都已經交咗場俾我哋，而我自己作為籌備嘅一方，我亦都會早啲11點過去嘅。咁午宴就會喺1點開始。如果想參與2月18號初九沙田馬會嘅午宴嘅話呢，就聯絡我68031633 68031633，請大家呢WhatsApp 我嚟到進行呢電話 WhatsApp 上面嘅文字嘅記錄嚟到交易。大家亦都我知道可以打俾我嘅，但係我唔係成日可以聽到電話，但係就算打完俾我都好呢，你都要用 WhatsApp 嘅文字嚟到交易，進行報名同埋過數嘅事宜嘅。嗱，另外呢，想同大家講，今日係第一日嚟到去呼籲呢個活動，最後截止日期就會係1月9號噶啦。1月9號呢，將會呼籲到1月9號就會停止報名。根據之前啊，我哋喺皇朝會會所嘅春茗晚宴嘅經驗呢，就係其實喺活動一公佈頭2-3日就已經搶咗2-3圍噶啦。咁好多人呢，想去皇朝會度食春茗嘅時候，佢哋喺截止前2個禮拜報呢都冇咗位置，所以大家如果一聽到呢個活動呼籲，想喺初九過嚟沙田馬會度食飯嘅話呢，就快啲聯絡咗先，報名留位同埋過數。因為我哋反應咧就好熱烈。另外初10就係2月19號星期一嘅晚上，2月19號初10嘅晚上咧，我哋就會喺跑馬地嘅會所，即係一日咧就沙田馬會，一日咧就跑馬地嘅會所，山光道會所嘅1樓，亦都會同大家食一個咧新年嘅晚宴嘅。暫時跑馬地馬會會所嘅宴會部俾我能夠最好嘅菜單呢，就係呢一個。龍蝦柚子沙律配櫻花蝦百花炸龍蝦鉗，然後就有原過嘅椰皇花菇燉花膠，跟住就有蠔皇南非20頭吉品包。魚方面就有煎東星斑柳配紅蝦海鮮汁。雞方面呢就有2味炸子片皮雞配沙姜手撕雞，然後仲有金華火腿濃湯雪燕釀竹笙。主食方面就有鮮拆蟹肉金絲麵，甜品方面就有紅棗銀耳燉原過萬壽果。呢個就將會係初10 2月19號星期一晚上喺跑馬地會所嘅晚宴。同樣大家有興趣嘅話呢，如果初9嗰日去咗旅行未翻到嚟，所以初10想同我哋食飯呢，又或者初9嫌沙田嗰度遠得滯，
就想近啲起翻自己嘅地方，跑馬地港島度同我哋共進晚宴嘅話呢，咁同樣聯絡68031633 68031633 WhatsApp 我嚟到去報名留位。所以初9同埋初10呢，我哋就安排咗沙田同埋跑馬地嘅馬會會所呢，同個別網友啊嚟到去食新年飯嘅。而呢個亦都係新潮文對個別要求較高，喜歡去啲高雅地方嘅網友呢，我哋盡量滿足嘅安排。另外就係關於大眾化嘅價錢同埋大眾化嘅活動，我哋新潮文呢係籌備緊喺新年初9至到初11呢啲日子裏邊呢去搞千人宴嘅。咁呢個千人宴呢，就將會係一個大眾都能夠參與，比較合適同埋經濟嘅價錢。咁但係呢，安排需時，因為我哋新潮文呢係唔想推出一啲千篇一律見到就悶嘅酒席菜單呢嚟到同大家食飯，因為咁樣我都對唔住我自己。所以揾緊啲特色嘅嘢，價錢經濟實惠之餘呢，亦唔係千篇一律嗰啲咁嘅酒席菜式。所以請大家繼續留意住新潮文嘅節目嘅活動公佈。嚟緊初9至到初11會同大家搞千人宴，大眾同樂。喺節目開始之前做少少呼籲先，新潮文嚟緊喺2024年1月為期12日嘅天府之國四川之旅呢，就現在正式接受報名啦。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嘅。而喺呢條片最後嘅18分鐘，亦都有我親自錄製嘅行程介紹。大家有興趣嘅話，亦都可以翻到去呢條片最尾嘅18分鐘睇埋我親自錄製嘅旅行介紹影片嘅。由於呢個旅程係我格仔親自設計，所以到時我亦都會隨團出發。如果想同我格仔玩盡呢12日嘅話，就立即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或者睇埋我嘅旅行介紹影片之後再報名都仲得嘅。喺呢度期望到時見到大家。喺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請嚟到重新檢視有冇喺訂閱新潮文頻道或者新潮文2.0頻道嘅同時撳埋隔離嘅嗰個啷啷掣，記得要揀全部嘅嗰個啷啷掣撳埋佢，先至係完成整個訂閱嘅流程㗎。撳咗呢個掣之後，先至能夠最大限度咁樣去確保到收到我哋嘅出片通知以及係直播通知嘅。喺呢度呢，就有勞大家啦。就喺我哋中國嘅海警船喺南海對住非法無禮闖入仁愛礁嘅菲律賓船隻進行呢個水炮攻勢呢一幕呢，我哋係記憶猶新嘅，因為實在令到佢哋七個一皮，一敗塗地。但係想話俾大家聽呢，其實轉頭會同大家講，我哋中國喺水炮嘅攻勢上邊呢，不止咁樣而已，其實已經手下留情噶啦。咁點樣手下留情呢？轉頭就會同大家慢慢咁解釋。但係我哋要知道呢，就係菲律賓嗰邊依然冥頑不靈。菲律賓最近根據可靠嘅消息，喺佢哋個海軍港就有3艘巡邏艇，佢哋現在呢就進行加固嘅改裝。呢啲加固嘅改裝呢，首先就係喺船上邊每一個窗口、每一個有玻璃嘅地方呢，都加建鋼板，淨係呢隱隱約約就有一條罅縫俾佢哋去遙望出邊嘅情況嘅啫，鬼鬼祟祟合晒佢哋嗰啲民族特性。然之後除此之外，喺船上邊好多船上面嘅裝備配備嗰啲設備上邊呢，喺外部外露出嚟嗰啲呢，都加緊佢哋嘅堅固。然之後呢，再加上防水嘅水罩。而喺船上邊，佢哋配備嘅重機連環炮呢，佢哋亦都加呢個防水罩，就生怕呢啲水係會醃到佢哋啲工具咁樣樣。嗱，當然啦，我頭先咪話咗，我哋中國喺呢個水炮攻勢上邊呢，其實就已經手下留情嘅意思，即係話其實佢加啲水罩呢，係真係純粹防水嘅啫，但係唔會防到水炮嘅直接嘅衝擊嘅。咁所以呢，佢哋亦都係喺呢件事上面遇事不明，以為加啲防水罩呢就可以保護得到佢哋外露嘅設備。咁即管呢，就等佢哋繼續咁整色整水啦。此事呢，關係到兩樣嘢，第一就係你無情白事，菲律賓嘅巡邏艇做咩要加固，做咩要加防水罩？好明顯就係要面對中國嘅水炮攻勢，因為最近而且喺南海裏面得你一方菲律賓喺度搞事啫嘛，只有你菲律賓一方係面對俾人食水炮啫嘛，所以此舉絕對係表示到佢哋有意欲再喺南海嗰邊進一步無禮非法咁闖入仁愛礁而嚟嘅。
第二樣嘢就係呢啲巡邏艇並不是一般民用嘅巡邏艇，亦不是呢個海警嘅巡邏艇，係佢哋海軍港上面呢個軍方海軍上面嘅巡邏艇。咁即係話，若然呢啲巡邏艇係出動嘅時候，咁就同之前海警嘅船隻、公務嘅船隻、民用嘅船隻呢完全唔同，就係去到軍事層面上邊。如果以軍事場面地提升咗喺仁愛礁度搞事嘅行動嘅話呢，咁即係我哋中國亦都表示會可以用軍事嚟到去應對。當然啦，就係新潮文我哋之前亦都陪大家分析咗噶啦，以我哋現在中國嘅海警船嘅規模嘅力量呢，對收拾菲律賓軍方海軍級別所派出嚟嘅行動呢，亦都係綽綽有餘嘅。咁到時就會出現咗歷史性國際新聞非常之矚目嘅一幕，就係居然一個國家可以用海警收拾咗一個國家嘅軍隊。呢樣嘢係我哋新潮文同大家直播嘅時候講過，係非常之期待嘅一幕嚟嘅。咁但係呢，未去到嗰日之前，我哋要睇翻菲律賓佢哋想點樣去搞事。艦艇上面呢，艦橋上面呢，船上面往往就有啲嘢探射燈。咁啲探射燈呢，同埋嗰啲衛星通訊天線，佢哋都全部加固晒，同埋盡量可以加防水罩嘅地方呢，都加防水罩。咁我哋唔好下下嚟到標榜我哋中國嘅海警船嘅規模嘅戰力有幾強。我哋試下講下菲律賓嗰邊持平嚟到分析下，呢啲巡邏艇是否完完全全係不足為據？我哋可以唔理呢？其實亦都唔係。呢啲巡邏艇每一艘100噸左右，幾十至到100噸。佢哋嘅好處就係佢哋衝岸容易，食水淺。仁愛礁呢，喺好多礁盤上面呢，都係海域比較淺嘅。咁即係話喺呢啲比較淺嘅海域呢，其實對我哋中國嘅海警船下下呢，成幾千噸重嘅海警船，我哋係難以逼近。但係對佢哋幾十至到100噸嘅巡邏艇，而且佢哋食水淺，可能呢由幾米至到1-2米都可以嘅，就增加咗佢哋嘅靈活性。對佢哋嚟講，佢哋就算衝咗擱淺，佢哋脫困亦都比較容易。佢哋嘅靈活性呢，就係我哋中國就算目前幾百噸重嘅海警船呢，我哋都追唔到佢哋呢啲幾十至到100噸重嘅巡邏艇嘅。所以佢哋嘅靈活性嘅優勢喺裏邊，而且佢哋上邊雖然就冇強勁嘅飛彈設備，但係佢哋有重機嘅連環炮。呢啲重機連環炮呢，就算打唔贏我哋嘅海警船，都會滋擾到我哋之餘呢，面對住我哋嘅民兵漁船上邊係綽綽有餘嘅。當然啦，要睇你邊啲民兵漁船啦。意思即係話佢哋嘅滋擾搞事能力係絕對有，但係個問題現在呢，就會係，若然你出動呢啲巡邏艇嘅時候，若然配備軍方嘅建造同埋設備嘅時候呢，你就係將戰事提升到去軍事層面。咁即係話菲律賓現在做緊嘅行為呢，佢唔係為作戰，因為如果菲律賓夠膽將事態去到軍事層面嘅話，佢係必敗無疑。呢個國家係必敗無疑嘅。現在係諗緊我哋中國贏點樣贏得光彩，同埋贏到唔好引嚟呢個國際嗰邊嘅負面輿論嘅啫。所以菲律賓現在做緊嘅嘢，彷彿好似係燈蛾撲火，螳臂擋車。現在我哋分析佢此時嘅企圖喺邊度啦？嗱，我頭先講咗我哋中國之前嘅水炮攻勢呢，其實已經手下留情。因為點解呢？如果大家睇翻圖片同埋片段，我哋中國嘅水炮係先對住佢哋嘅船身嗰啲細細隻嗰啲船呢，細過我哋好多嗰啲呢，嚟到直接去噴射，然之後呢就射上天。等啲水咧，好似落雨咁樣瀑布咁咧，落去佢嘅船上邊，咁就會滲落佢啲船身啦，腐蝕佢啲船身啦，同埋沖壞佢啲設備等等。咁但係咧，意思即係話，我哋已經冇連續咁樣用水炮嚟到對準佢嚟到去狂噴，因為如果我哋中國嘅水炮嘅攻勢係真係對準啲船隻嚟到狂噴嘅話咧，呢啲咁嘅幾十至到100噸嘅船咧，早就已經會點樣啊？唔係淨係好似之前破玻璃，破佢哋嘅設備破壞佢嘅設備咁簡單，唔係淨係沖爛佢啲嘢咁簡單，係成架船都係肥沉佢嘅，其實真係可以。咁唔知呢啲手下留情又會否得到菲律賓嗰邊嘅明白，佢自己去識趣呢？睇個樣嘅呢啲人呢，就彷彿就好似不到黃河心不死咁樣，就點都要一而再再而三咁樣嚟去挑釁搞事。我哋中國係未需要出到海軍嘅層面，而我哋中國呢，喺海南島嗰邊不遠處亦都有海軍嘅艦隊嚟到去隨時待命，即係話莫講話過唔到我哋海警嗰關，海軍一出嘅時候呢，菲律賓係正式玩完嘅啦。就正如我頭先講過，
喺仁愛礁嗰度呢，有好多礁盤呢，嗰個水位係好淺嘅。對我哋啲海警船嚟講，就係3000噸嘅海警船，個靈活性係比菲律賓嗰邊啲搞事船呢係嚟得少。嗱，記得呢，喺呢個仁愛礁嗰度，咪有菲律賓有架爛船破船喺嗰度嘅，咪堅固咁穩坐咗喺嗰度嘅。其實嗰架船本身呢，就係一個登陸艇，就係本身就係一個衝岸嘅船嚟嘅。咁所以之所以係咁，先至會擱淺咗喺嗰度，嚟到同下邊啲礁石呢，嚟到連成一體。而菲律賓要做嘅呢，就係其實派唔同嘅船隻嚟到運啲建材過去，嚟到大量打造嗰架破船，將佢咧左右兩邊嚟到去加固加鋼，嚟到大興土木，彷彿咧就好似喺佢上邊咧蓋一個大樓咁樣。但係要將建材運過去嘅時候咧，談何容易？就唔係呢啲靈活嘅船艦咧可以做得到，所以佢哋根本菲律賓目前嘅情況，佢哋係冇可能將建材咧運到去架破船上邊。佢哋而家做嘅所有一切咧，都純粹喺度搞事，喺度做新聞、做效果，係絕對沒有實際嘅作用嘅。我哋中國大大小小嘅海警船，又或者嗰啲大型嘅鋼殼嘅漁船咧，幾百噸都追唔到菲律賓嗰啲細細隻嘅巡邏艇。但係要阻止佢哋要起真正嘅作用，阻止佢哋大批嘅人員登上破船或者去嗰度嚟到起建材呢，佢已經做得到噶啦。所以所有嗰啲新聞啊，什麼菲律賓嘅總參謀長上仁愛礁啊，做呢啲咁嘅新聞呢，其實就係一啲作用都冇嘅，純粹攞嚟做輿論同埋新聞。咁此舉我哋亦都知道，就係我哋唔需要喺度批評菲律賓呢啲國家點解喺度螳臂擋車不自量力，因為大家都知道菲律賓係配合緊美國嘅第一島鏈戰線。喺南海嘅第一島鏈，菲律賓可以講得係個地理位置非常之優良，可以作為美國圍堵中國第一島鏈戰略嘅核心地帶。菲律賓一直亦都配合住美國嘅戰略嚟到去講，就係什麼菲律賓同台海會維持現狀啊等等，連同美國嘅其他盟友日本甚至韓國啊，就係一連串嘅美國印太戰略。而家咧搞啲咩南海主權問題咧，菲律賓其實諗都冇諗過，純粹係為咗令到美國喺航行同埋飛越嗰度嚟到去暢通有自由嘅啫。美國要喺太平洋有所作為，或者甚至遠處能夠去 reach 到呢個印度洋呢，佢必須要經過南海。所以菲律賓對美國喺南海嗰邊能夠達成佢戰略目的，能夠進行你嘅戰略溝通嘅作用係非常之大。所以菲律賓一定會俾美國恩威並施嚟到去支持，甚至夾住佢，協住佢，一定要喺南海度對住幹搞事。因此，大家亦都睇到東盟嘅十國作為東盟十國，佢哋打出嚟嘅旗號呢，就係多邊發展嘅呢啲國家。多邊發展嘅呢，就係你唔好指意我完全親中，我亦都唔會完全親美。就算喺中國嘅泛亞鐵路上邊喺好多條中國協助東盟國家嚟到建設嘅鐵路上邊好多接駁嘅工程，有好多路段都會揀咗日本嗰邊嘅高鐵系統、高鐵公司嚟到去承辦嘅。當然，點解最後都係落翻喺中國度呢？咁純粹只不過喺商業條件，無論呢個做工效率同埋價錢方面，中國真係有優勢啫。但係呢，其實東盟嘅國家呢係想行真正嘅多邊主義，盡量係唔想喺呢個世界局勢裏面站邊。但係菲律賓呢啲國家嘅所作所為呢，就已經完全脫離咗作為中立國應有嘅態度。咁嚟緊嘅局勢會點樣呢？我哋就睇2024年啦，因為進入2024年呢個世界就將會進入另一個局面。2024年亦都係美國嗰邊嘅呢個國防軍事授權法嘅啟動之年，即係話喺戰略撥款方面同埋戰略方面部署方面呢，會一個新嘅局面。但係呢，我哋亦都要睇踏入2024年呢，亦都係選戰嘅一年。美國喺對內同埋對外嘅表現將會如何呢？決定咗喺南海嗰邊搞事挑釁嘅勢力，佢哋嘅動作將會如何？菲律賓失去咗中國係菲律賓嘅損失，呢樣嘢唔使講，可以武斷啲或者籠統啲咁樣講。若然菲律賓過去10幾年係冇咗中國嘅話呢，佢哋嘅經濟，佢成個國家早就已經一蹶不振。直至到最近2022年嘅最新統計，中國同埋菲律賓喺貿易嘅進出口呢，都係達到870億嘅美元，而且喺貿易方面順差嘅菲律賓係喺中國身上呢，係賺咗400幾億嘅貿易順差。
但係菲律賓喺呢個世界貿易呢，卻係面對緊貿易嘅赤字。咁即係話世界貿易嘅赤字，但係若然失去中國，喺中國賺到嘅錢亦都變咗化為烏有嘅時候呢，佢面對嘅債務嘅赤字呢係會更加高。菲律賓嘅農產品呢，一向都係出口去我哋中國，我哋中國係菲律賓第二大嘅出口國。菲律賓嘅香蕉啊、菠蘿呢啲呢，就絕對好過台省嗰邊嗰啲啦。我自己覺得有啲乜嘢係人哋國家替代唔到嘅台省。中國係菲律賓連續7年嘅最大貿易夥伴。若然菲律賓呢樣嘢係冥頑不靈，佢根本唔知，一邊以為揾錢嘅時候，一邊另一邊可以搞事，就覺得咁樣自己好醒嘅時候呢，失去咗中國。佢失去嘅唔係淨係貿易關係咁簡單，亦係中國在菲律賓嘅投資。中國喺菲律賓嘅投資呢，就非常之多，即係我哋講直接啲，菲律賓呢啲國家有啲咩科技可言呢？佢能夠靠嘅係靠邊啲國家？其中就梗係靠我哋中國呢啲國家。中國喺菲律賓投資中國電信有股份嘅電信運營商嘅項目，喺菲律賓目前為止已經超過900萬嘅活躍用戶。中國喺菲律賓投資鋼鐵、數字科技同埋高端嘅製造。除此之外，中國亦都喺菲律賓投資好多基建嘅項目，承辦同埋帶嚟好多新嘅技術。例如話菲律賓嘅赤口河濱站啦，例如話菲律賓嘅達沃薩馬爾島大橋，仲有菲律賓嘅卡里亞大壩，都係中國承包同埋中國嘅技術。所以菲律賓喺過去10幾年嚟，佢哋嘅 GDP 能夠翻倍，中國喺呢件事上面呢係有絕對最大力嘅支持嘅。咁但係菲律賓呢個國家心知肚明，佢哋嘅發展係靠住中國，佢哋好多貿易進出口都係靠中國，但係佢哋一邊賺錢嘅時候呢，卻一邊配合美國嘅搞事行動。大家知唔知有樣嘢叫做骨氣啊？可能呢個骨氣呢兩個字係我哋中國人先會明白嘅。對菲律賓呢啲咁嘅國家呢啲人呢，佢哋係唔明白骨氣兩個字係乜嘢，佢哋嘅行為呢，直頭係可恥。失去咗中國，菲律賓將會失去咗佢哋嘅經濟。前任嘅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佢哋深明呢個道理，但係今屆嘅小馬可斯佢到底明唔明呢？其實佢係明嘅，小馬可斯佢心知肚明，因此喺2023年佢出訪第一站呢，就係去中國，就只可惜佢啱啱出訪完中國翻去菲律賓嘅時候呢，就即刻俾美國夾住佢啦。無論係追緝令又好啊，無論係凍結佢啲所有資產啊、家族嘅利益又好啊，呢啲行為都係要夾住小馬可斯，一定要利用菲律賓嚟到去搞事，因為菲律賓嘅位置喺南海呢，對美國而言實在太重要啦。大家亦都知道一帶一路，我哋中國嘅計劃，無論係陸上同埋海上嘅絲綢之路，菲律賓亦都因為佢嘅所作所為咧，亦都失去咗一帶一路嘅合作。菲律賓將會咧因為佢搞事嘅角色，而俾東盟嘅其他國家進一步咁樣嚟到拋離。菲律賓現在咧喺自己嘅巡邏艇上邊加固加鋼板加防水罩，純粹係要嚟頂中國嘅水炮攻勢，手下留情嘅水炮攻勢，若然對準佢嚟到去噴鋼板都可以肥爛佢。不過佢哋唔會明白呢個道理。早前同大家提過，菲律賓呢就係購入咗日本嗰邊嚟自日本嘅防空雷達系統，此舉說明咗菲律賓嘅搞事嘅意欲。另一個行動呢，就係菲律賓有意去購買第一手呢，佢買唔起噶啦，已經講到明就係美國嘅 F-16戰機同埋整套嘅系統。因此佢哋而家喺市場上面呢，就尋覓緊一啲二手甚至三手，但係質量有保證同埋保養得非常之好嘅 F-16戰機同埋其系統。丹麥呢，就係現在菲律賓一個佢哋有意欲去買 F-16嘅地方啦。咁亦都要呢，美國俾個 green light，俾個綠燈菲律賓先至可以買嘅。若然菲律賓係購入 F-16戰機嘅話呢，亦都表示佢哋將南海嗰邊局勢推向戰事嘅層面呢，係更加濃烈。美國係極之需要喺南海嗰邊，日本、韓國、菲律賓甚至台省一齊搞啲所謂島鏈嘅戰略嚟到圍堵中國嘅。咁但係呢個雷達系統呢，不但止對菲律賓嘅意義大，其實亦都對日本嘅意義好大。因為現在要為大家報道嘅一單新聞呢，就將會係日本同埋美國方面將會點樣配合嚟到繼續喺南海嘅戰略、島鏈戰略上面呢嚟到去搞事。日本自從2014年放寬咗佢哋嘅關於武備方面嘅出口限制，就所以賣咗喺2020年
簽咗 contract， 2023年年尾就交付咗個雷達系統俾菲律賓啦，係整套嘅系統。咩叫整套呢？係第一次佢哋嘅出口嚟嘅。以前一直以嚟咧都係出口啊，同軍事有關、軍備有關嘅零部件，而如今咧就係整套系統出口。而家咧日本嚟緊啊，唔係淨係雷達咁簡單，日本會將佢哋日本生產嘅愛國者防空系統將會賣俾美國。嗱，可能大家就會覺得啦，愛國者防空系統唔係美國嘅咩？點解日本啊？係啊，日本有生產愛國者防空系統嘅，日本有得到呢個雷神同埋洛歇馬丁呢啲嘅軍工公司嘅技術呢，就喺得到美國嘅批准底下，就喺日本度生產愛國者防空系統。而日產嘅愛國者防空系統呢，亦都根據2014年嗰個放寬武備出口限制嘅話，亦都將會整套嘅防空系統賣俾美國。意思即係呢，就係之前就係雷達系統純粹係呢個偵測嘅啫，嗰個亦都唔係什麼厲害嘅雷達系統，但係如今呢，就係講緊有殺傷力嘅呢個軍備將會呢喺2014年放寬咗之後呢，第一次嚟到去賣出，對日本將會喺呢個軍事市場上邊重新活躍起嚟呢，係一個好強烈嘅訊息。日本呢個國家過去係點樣劣跡斑斑，喺歷史上面呢，大家都唔使多講噶啦，世界數一數二噶啦。如果嚟緊日本係喺軍事市場出口上邊呢，再活躍起嚟嘅話，咁即係到底日本喺軍事嘅層面上邊係將會進入一個點樣嘅新嘅局面？嗱，呢個世界踏入2024年呢，就係世界進入100年啊未見嘅局面。嗱，呢個世界將會咧喺過去幾十年大家習以為常嘅嘢呢，將會180度咁改變。日本會唔會由二戰之後佢哋嘅所謂防衛嘅軍事呢，就轉變成再次喺幾十年後嘅今日，係大概過咗就嚟夠1個世紀嘅今日呢，將會捲土重來。俄羅斯嗰邊就好有意見啦。俄羅斯嘅外交發言人扎哈羅娃12月27號表示到，點解日本要賣日產嘅愛國者防空系統俾美國啊？因為美國將佢手上面嘅軍備大量咁走去支援烏克蘭啊嘛。大量支援烏克蘭呢，現在日本就美其名話要補充美國現在嘅庫存，其實就係美國將會呢，亦都將日產嘅呢啲咁嘅防空系統呢，就轉移走咗去烏克蘭嗰度。咁所以俄羅斯呢，就有權出聲啦。日本現在做緊嘅行為呢，就完全失去咗喺軍事武備方面呢嘅控制，就等美國任意妄為。然之後呢啲咁嘅軍事呢啲嘅軍備呢，全部又入晒烏克蘭。入咗烏克蘭呢，俄羅斯就表示到，而家我唔係驚你，而係你哋再俾軍事、再俾軍備烏克蘭嘅話呢，就只會拖延烏克蘭嗰邊嘅受苦，因為輸佢哋就輸硬噶啦。而家呢，你就係純粹延長緊佢哋嘅痛苦啫。愛國者防空系統的確呢，就係美國嘅特產嚟嘅，咁但係美國係可以控制啲軍事呢啲軍工複合體喺邊度生產佢嘅產品噶嘛。咁其中一個地方呢，就係日本啦，而美國呢，對有關嘅技術生產同埋出口呢，亦都有控制權嘅，即係話美國如今呢，就准許日本將愛國者系統嚟到去出口，最緊要就係出口俾呢啲愛國者系統嘅專利持有嘅國家就可以准許出口，即係美國自己啦。咁呢，所有嘢就做到好似合情合理，懶係有法可依咁樣，但係其實全部都係美國自己嘅家法同埋幫規，其實都係佢自己說了算。日本現在每年都係增加緊佢哋嘅所謂防衛預算，即係佢哋嘅軍事嘅預算，每一年咁樣去提升呢啲預算，目的係啲乜嘢呢？就當然係突破現在嘅軍力嘅發展啦。咁突破現在日本軍力發展啊，難道就係純粹防衛嘅用途咩？難道我哋中國會攻過去日本嗰度，會喺海陸空三軍嚟到圍到日本咩？梗係唔會啦。所謂呢啲咁嘅防衛預算、軍事發展，就係為咗配合美國嗰邊嘅戰線。終歸現在所有大大小小嘅動作呢，都係遲啲會變成統一嘅戰線嚟到針對我哋中國嘅。咁但係踏入2024年啦，我哋使唔使驚呢？始終我哋中國喺沿海呢幾百至到幾千公里外呢，我哋係有絕對嘅優勢，我哋係唔使擔驚受怕。我哋中國有絕強嘅實力，起碼呢，就算唔好講侵略別的國家，保護自己係綽綽有餘。但係呢，
喺佢哋嘅戰事能否湊巧之前呢，可能我哋就要睇睇到底美國同埋日本呢個國家再發展落去將會如何啦。大家知道日本嗰邊其實有好多百年嘅老字號、百年嘅企業呢，都紛紛嚟到退市同埋倒閉。日本嗰邊亦都頻頻出咗所有造假啦、品質不佳、品質不良嘅新聞都頻頻出嚟。日本嘅匠人精神早就已經破滅咗噶啦。而家日本嗰邊呢，能源係揸喺俄羅斯嗰度，俄羅斯一熄佢哋嘅天然氣嘅時候呢，日本呢個國家將會陷入極度嘅唔掂。中國嘅遊客一唔去日本嚟到進行觀光嘅話呢，日本嘅旅遊業冇咗大半壁嘅江山，佢民間嘅經濟呢將會完全唔掂。到底一個國家生產業、製造業對一個國家影響有幾大呢？我哋而家就陪大家嚟分析一下。喺12月尾嘅時候呢，日本最大嘅製鐵公司叫日本製鐵。日本製鐵係呢個世界3大嘅鋼鐵製造公司之一嚟嘅。咁第一係邊個啊？係我哋中國。轉頭陪大家慢慢講，我哋中國喺製鋼鐵方面如何遙遙領先呢個世界啊！啲威水嘢我哋轉頭再講。我哋講下日本呢個收購先，以141億嘅美元嚟到收購美國嘅 American Steel（US Steel），但係此舉呢，卻俾大量嘅工會、大量嘅議員呢嚟到去極力咁反對，甚至促請有關嘅部門，就係美國國外投資委員會將會介入嚟到去否決咗呢個收購。嗱，首先 US Steel 呢間公司呢，大家知道名堂就響當當啦，但係講緊呢就100年前啦，名堂響當當嘅美國製鐵曾經呢就係美國嘅呢個支柱，美國嘅自豪、民族嘅尊嚴，代表咁犀利。咁亦都係因為呢個世界好多強大嘅製造嘅國家有呢啲製鋼鐵嘅規模呢，所以曾經亦都令到我哋中國覺得呢製鋼製鐵呢樣嘢係非常之重要。嗱，日本如今以141億美元嚟到收購 US Steel 呢，如果係呢間公司高峰時期嚟到講呢，可以講得係侮辱性嘅價錢。但係如今141億美元呢，卻係遠遠超過佢本身值嘅價錢。所以知道本來呢，日本製鐵收購之前呢， US Steel 係俾美國另一間叫 Cleveland Cliffs 嘅美國製鐵公司咧想收購嘅，佢嘅價錢呢係仲少過日本出價嘅一半，70億美元都唔到嘅啫。咁但係如今點解日本用多一倍嘅價錢收購都面對人嘅阻撓啊？因為美國呢就話美國呢啲標誌性嘅公司就唔可以俾外資嚟到收購嘅，因為此事關係到呢美國嘅國家安全問題，同埋關係到呢個美國嘅供應鏈安全穩定問題。即係我哋咪成日聽到嗰啲崇洋媚外分子、不肖子，同埋嗰啲淨係識做生意但係冇呢個大國競爭意識嘅人呢，咪成日都話唔好下下都犯國安啦，唔好下下都講國家安全啦，而家講民生啊、講經濟同埋講利益啊嘛，咁樣佢哋自以為講呢啲說話好醒。你睇下美國而家做緊嘢呢，係咪犯國安啊？咁但係呢，我哋站喺佢哋嘅角度呢，其實亦都啱嘅。美國如果有啲標誌性嘅企業俾咗外資嚟到收購嘅時候，咪係無論係對佢哋嘅民族主義啊，咪對佢哋嘅呢個生產鏈嘅安穩性啊，都係揸緊喺其他國家手裏邊，咁咪唔安全咯。佢有佢嘅道理嘅。咁但係當然啦，今次呢個 US Steel 俾日本製鐵嚟到收購呢，係絕對係一個有利於美國，亦都有利於日本嘅一個收購行動嚟嘅。咁但係佢哋都要犯國安，而亦都要點解呢？因為美國除咗要保持住自己嘅國家安全，有好強嘅國家安全意識之外呢，美國亦都要注意民族民粹呢樣嘢，因為民粹關係到選票，選票關係到政權，即係話呢，如果民粹中意唔中意係好緊要嘅。如果民粹係中意一啲對國家不利嘅嘢呢，呢個當權者都要支持呢個大眾嘅決定，因為此乃民主。如今美國人呢就好唔中意自己嘅 US Steel 咧，俾日本仔嚟到收購啦。好唔中意嘅時候呢，所以呢個收購計劃一出咗嚟，國會嗰邊就馬上有大批嘅議員呢，就要去信拜登，要拜登出手嚟到去干預，就令到拜登呢就不得不支持，要剎停呢個收購行動。說好的美日關係在哪裏啊？說好的呢個世界維護世界嘅多元化同埋供應鏈在哪裏啊？如今呢，好似美國陷入極端嘅保護主義裏邊，曾經威盡一時，
係呢個美國人引以自豪嘅 US Steel 係做過好多單大嘢。嗱，747嘅波音客機用嘅係美國嘅 US Steel， 美國嘅金門大橋咧用嘅係美國嘅 US Steel， 美國嘅帝國大廈咧亦都係用呢個引以自豪嘅 US Steel。 可惜美國就係太眷戀緊起喺過去嘅輝煌裏邊。美國咧喺上個世紀，無論係所有基建甚至喺二戰度都係全靠呢個美國製鐵嚟到去食糊嘅。但係呢啲都只不過過去嘅事啦。而家世界踏入2024，講緊二戰嘅時候呢，差唔多將近都100年。美國製鐵呢就沿用緊以前舊式嘅系統、舊式嘅技術，就不思長進，俾歐洲同埋日本呢就好快咁嚟到追趕咗。而美國製鐵亦都喺90年代、91年呢被踢出道指。喺2008年呢個全世界鋼鐵生產商，美國製鐵已經變成第8名。而去到2022年，即係2年前，美國製鐵已經去到全世界24名，海外拋得遠遠。咁喺日本而家呢，話晒日本製鐵都係現在目前世界第3大嘅製鐵公司。其實嚴格嚟講呢，係第4大嘅。因為點解呢？我哋中國壓位壓得太多啦，所以呢，如果以國家嚟到講呢，係世界3大啫，日本。但係其實以公司嚟到講呢，日本製鐵係排到第4噶啦。要收購你個美國技術，你個美國落後咗技術嘅 US Steel 美國製鐵呢係可以擴大生產線，擴大咗佢哋嘅產量，可以突然間將產量呢變成咗世界第2大咁多。如果兩邊強加起咗埋一齊嘅話，而且美國製鐵亦都可以引入翻啲新嘅嚟自日本嘅製鐵技術，咁對美國嚟講呢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呢，嘈咩？美國嘅工會噶嘛，美國有嗰啲製鐵工人嘅工會呢，就大力反對緊日本嘅收購。日本嗰邊其實都已經釋出咗好友善、非常之友善嘅信息，就係話工會之前曾經揮過任何嘅條件、勞資方面嘅協議呢，日本製鐵都係會保留嘅，而且唔會改變US Steel 呢個價值非筆墨所能形容無價有122年金漆招牌呢，亦都唔會要佢哋除落嚟，會保留翻呢個 US Steel 呢個金漆招牌嘅。日本已經承諾到咁樣啦，但係嗰邊啲工會嗰啲咁嘅刺激工人嗰啲民粹呢，就係唔中意，就係唔中意。而美國嗰度嗰啲政客呢，就唔係着重於實實在在建設。美國嗰度政客呢，就要嚟做 show 噶嘛。咁有啲呢政客呢，就大力咁反對，因為佢哋覺得呢，你陪啲工人一齊反對嘅時候呢，就得到好多人嘅支持同好多人嘅支持同選票啦。咁有啲最好笑呢，就係美國嗰度有個議員明明自己係呢個高材生，屋企有錢，哈佛嘅尖子，人生從來未試過做粗重嘢嘅，但係就走去嗰啲製鐵製鋼嘅工場嗰度呢，着起工人嘅衫喺度扮工人，喺上面嚟到拍片打卡，然之後講佢嘅政見，講佢點樣呢？我將會陪你哋工人們站聚一起嚟到爭取美國嚟到反對日本嘅惡意收購咁樣，做盡政治 show。但係其實全部人呢所做嘅嘢都係完全毫無建設嘅。如果美國同埋日本嘅製鐵兩間公司合併，係可以將個產量一次過提升到問鼎呢個世界最強嘅第2位啊！嗱，咁係時間真係為大家講下到底1、2、3位係點樣嚟到排啦。全世界嘅製鐵前50名呢，前50名嘅製鐵企業到底有幾多間係我哋中國啊？50間裏邊有27間都係嚟自我哋中國嘅。咁講頭嗰10位啦。頭嗰10位呢，有6間都係嚟自我哋中國嘅。現在世界第1大嘅製鐵公司就係寶武製鐵公司，寶係寶貝嘅寶，武呢就係武力嘅武。佢嘅產量就係1億3千萬噸嘅粗鋼，而排第2呢，就係嚟自盧森堡嘅安塞洛米達爾嘅製鋼，佢哋嘅產量呢，就係6900萬噸嘅粗鋼。嗱，對比我哋1億3千萬噸呢，我哋係拋離佢成倍嘅，係遙遙領先。咁跟住世界第3名呢，又係去翻我哋中國啦嘅鞍鋼，就係年產5500萬噸嘅鋼材。第4名先至去到日本嗰間日本製鐵，跟住第5名、第6名呢，都係我哋中國嘅沙鋼同埋河鋼。所以如果講總產量鋼鐵嘅產量嚟到計呢，
中國現在喺鋼鐵嘅產量呢係遙遙領先全世界，即係話世界前50名有27間都係嚟用我哋中國嘅話，啲產量加埋起上嚟嘅話呢，就係如果以國家嚟到去排名嘅話呢，係遙遙領先其他國家嘅。美國就唔使講啦，美國早就已經係落後咗嘅製鋼技術，喺二戰嗰陣時候就威啫，喺之後就唔掂啦。而且美國嘅基建呢樣嘢啊，對上一次聽基建啊，都已經係上個世紀啦。近呢幾十年有冇聽過啲什麼基建啊？當年喺1901年係啲轟動一時，由呢個 J.P. Morgan 同埋呢個鋼業大亨，仲有卡內基一齊嚟到去合併超過10億美元啊嘅一個超級大企業嚟嘅。U.S. Steel 象徵住美國嘅尊嚴、美國嘅力量，可惜亦都見證住現在美國喺製造業、生產業嘅落後，而日本嗰邊亦都唔好得幾多。日本我頭先亦都講咗，有好多百年嘅老字號、百年嘅巨企都紛紛退市同埋離場同埋倒閉，而且唔好講日本製鐵啦，就係講呢個神戶製鋼嗰度呢，都屢有唔合規格嘅鋼材、鋁材呢啲嘢出咗嚟，呢啲消息出咗嚟，東芝接埋美國製鋼呢，如果今次唔達成呢個收購嘅話呢，佢亦都遲早會遙遙咁俾人哋拋離落後。好衰唔衰呢？就係2018年嘅時候，特朗普為咗行佢哋嘅所謂保護主義，明明美國自己都根本係唔可以高成本低效益咁嚟到去生產鋼鐵嚟到去支持，特朗普仲要將外國而嚟嘅鋼材呢收重關稅，收25% 嘅關稅。咁直至拜登年代呢，就拜登唔可以做一啲違背工人意願嘅政策噶嘛，但係佢就打呢個灰色地帶，就用拜登佢就用呢個基建法案同埋氣候法案呢啲嘢嚟到去補貼選用美國所製造嘅鋼鐵，咁但係補貼只會令到供不應求，因此就眼白白睇住喺基建方面中國呢就遙遙領先啦。如今保護主義呢就會令到個國家停滯不前嘅。嗱，如今敗露頭，點解今次喺呢件事上面，明明呢個收購大行動呢，日本同埋美國製鐵如果強合併咗之後呢，係唔好講同中國嘅產量較長短，但係起碼呢都可以挽回翻一啲市場嘅品位，同埋起碼令到自己嘅成本冇咁惡啃，但係都俾保護主義同埋民族情緒呢樣嘢呢嚟到去sabotage 咗，破壞咗。拜登一定要支持嘅，如果唔係拜登就會得罪晒所有工會。咁嚟緊2024年呢，對佢選情嚟講呢，又係一個非常之沉重嘅打擊。所以喺選票面前，喺一個國家嘅內政面前呢，甚至日本呢啲對美國嚟講應該係鐵桿嘅盟友都要唔可以顧住佢嘅感受啦。咁即係話日本生產咗愛國者防空系統賣去美國呢，就一定得，但係日本要收購美國嗰邊嘅企業呢，就一定唔得。盟友呢樣嘢呢，就係美國要喺你身上圖利，你要喺我身上圖利嘅話呢，就一定唔得。但係如今呢，卻係唔俾日本製鐵嚟到收購美國嘅鋼業呢，將會係更加一落千丈，根本就係不利於佢哋美國嘅發展嘅。所以今日呢集節目呢，就係完全道出咗美國同日本同埋菲律賓嘅關係。所有今集所報道嘅一切呢，全部都係報道緊美國點樣去搞事，點樣去毫無建設能力、毫無生產能力，但係破壞能力呢，卻綽綽有餘，甚至連自己嘅國家基建同埋民生都不顧，玩埋啲嘅民粹主義，玩埋啲劣質民主，令到國家一蹶不振，都冇咩所謂。因為一定就唔可以呢，俾阿特朗普冷手執個熱煎堆，喺2024年又捲土重來。我哋應該希望啲咩呢？我哋就梗係應該希望美國有再強嘅保護主義啦，再強嘅保護主義嘅時候，我哋中國咪再一步嚟到喺各方面嘅領域嚟到遙遙領先咯。而我哋真係唔使擔心呢個世界進入呢個戰事嘅邊緣嘅，因為正如我哋所講啦，中國絕對有自保嘅能力，都綽綽有餘。如今係諗緊中國有冇能力去保護埋同中國合作嘅一帶一路國家啫。美國戰線亦都唔係淨係南海一邊，美國如今中東嗰邊都有巴以同埋紅海兩條戰線，俄烏嗰邊戰線呢，美國亦都欲罷不能。仲有呢個世界唔妥美國嘅呢，亦都唔止係中國，仲有俄羅斯同埋北韓金仔呢兩大嘅國家扛住日本同埋韓國，難道佢哋又夠膽亂嚟咩？咁今集嘅分析呢，就嚟到呢度。喺節目結束之前，就由我格仔親自介紹一下今次最新推出為期12天嘅天府之國行程。
究竟係點樣先㗎啦。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以及係查詢價錢同埋領取行程資料嘅。整個行程都係由到我格仔親自設計，並非一般坊間嘅旅行團係揾到相關嘅行程嘅。並且今次天府之國之旅嘅行程，格仔咧亦都會隨團出發，陪大家玩盡12日嘅。出發日期就由嚟緊2024年1月嘅21日至到2月1號嘅，為期12日。首先第一日嘅旅程，我哋就會去到由香港機場出發，直飛到去成都嗰邊嘅。飛機航程大概係2個半鐘頭就到噶啦。之後喺稍作休息，瞓過一晚以後啊，我哋就會進入到第二日嘅行程。第二日嘅行程就會由成都嗰邊乘坐我哋特登安排到嘅飛機椅旅遊巴前往西昌，然之後咧就沿住呢個雅西高速公路呢一條被譽為中國最靚嘅高速公路之一，嚟到去正式抵達西昌。去到首先為呢個旅程熱下身，參觀到呢個瓊海國家濕地公園嘅。瓊海國家濕地公園係一個面積好大嘅淡水湖，以水質清澈見稱嘅。佢嘅景色優美，亦都係一個盛產魚蝦嘅地方，係一個有名嘅天然漁場，亦都係一個國家級有名嘅濕地公園嚟嘅。成個瓊海分為觀鳥島、夢裏水鄉、煙雨鷺洲同埋西坡鶴影嘅。呢度嘅景色非常之優美，絕對值得我哋花時間嚟到呢度睇一睇嘅。之後嘅行程就會去到第3日，亦都係今次整個行程嘅主要一部分。話晒咁遠，由成都搭車過嚟西昌，當然梗係要參觀到屬於我哋國家4大發射中心嘅其中之一個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啦。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位於四川省西昌市嘅航天北路，係隸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嘅，亦都係中國嘅飛彈以及係衛星嘅發射基地之一。早年呢一度咧係禁止參觀嘅，但係隨住內地旅遊嘅開放，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亦都會喺某一啲時間係接受遊客參觀嘅。今次我哋亦都有幸爭取到參觀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嘅機會，大家千祈就萬勿錯過啦！喺參觀完衛星發射中心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參觀阿柳耶擬文化風情實景火獸劇嘅。呢個火獸劇係當地著名嘅少數民族嘅一個實景劇嚟嘅，裏面就彰顯咗彝族獨有嘅風情文化，而且佢嘅場面規模非常之龐大。如果嚟到西昌冇睇過呢套火獸劇嘅話，真係唔好話自己嚟過西昌啊！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大石板村、唐縣以及係建昌古城嘅。之後我哋就會離開西昌，嚟到第4日嘅行程，就會由到西昌嗰邊去到另外一個城市樂山市嘅。喺樂山市有一個非常之著名嘅景點，亦都係一個著名嘅世界文化遺產。呢個就係樂山大佛啦。樂山大佛被譽為世界第一大佛，佢係一座彌勒佛像嚟嘅。整座佛像就刻喺靈雲山嘅岩壁上面，佢嘅高度幾乎同佢身背後面嘅嗰一座山係一樣咁高嘅，而且腳踏住江水，睇起上嚟十分之雄偉。喺呢度呢，我哋亦都會嚟到包船，從另一個角度去到確保可以睇得晒整座大佛。之後我哋就會從樂山大佛去到峨眉山嘅附近嘅，然之後就進入到第5日嘅行程。嚟到峨眉山，當然我哋就要上到峨眉山嘅金頂啦。喺呢一度呢，我哋仲特登重金咁安排到乘坐獨立嘅環保車，直達纜車站，然之後呢再可以乘搭埋纜車直接往返到峨眉山嘅金頂嘅。以往嚟講，要去到峨眉山嘅金頂需要一定嘅體力，但係現在我哋就可以免除呢個煩惱，摁腳咁樣啊，就能夠可以去到峨眉山金頂噶啦。然後呢，我哋就會進入到第6日嘅行程，第一站就會嚟到呢個成都博物館。成都博物館就係1984年正式開放嘅，而喺2009年，成都博物館嘅新館呢亦都開始修建，並且喺2016年6月就嚟到正式開放嘅。呢度嘅館藏非常之豐富，亦都係國家嘅1級博物館嚟嘅。代表嘅藏品就有石犀牛、京粵松七人像、
以及係漢代嘅石碑嘅。由於館藏實在太多，多到講都講唔晒。正所謂要了解一個地方嘅來由，去到當地嘅博物館去了解就係最好嘅第一步。當大家進入到博物館之後，就會了解到點解四川係會叫做天府之國。喺天府之國呢個名詞背後，包含住整個中國由戰國時期去到魏蜀吳三國鼎立嘅時期之間嘅歷史嘅。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位於四川博物館附近嘅武后祠。武後祠呢個祠佢相當之特別，佢係唯一中國君臣合一，亦即係君臣合祠嘅祠廟嚟嘅。再講一次，亦即係君臣合祭嘅祠廟嚟嘅，由武後祠、漢超列廟以及係衛陵所組成嘅。武後祠始建於公元223年，初時係漢超列帝劉備嘅一個陵寢嚟嘅，後到尾就一齊拼入埋三國時期蜀國嘅丞相諸葛亮嚟到一齊供奉。再之後我哋就會去到沅花溪公園嘅呢度，以杜甫草堂嘅歷史以及係文化為背景嘅，再運用埋現代嘅園林同埋建築設計嘅前園理論，結合古典園林同埋現代建築藝術所結合而成嘅城市公園嚟嘅。呢度山水交融，自然雅致嘅景觀以及嘅建築，凸顯咗現代川西文化嘅敦厚嘅歷史底蘊，係一座將自然景觀、城市景觀完美融合嘅成都市入面最大嘅開放式森林公園嚟㗎，亦都完美咁演繹咗詩人杜甫嘅詩意韻味嘅。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錦里古街，以及係再欣賞埋當地嘅四川變臉表演嘅。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第7日，另一個旅程嘅重頭戲，近年都非常之著名嘅三星堆啦。三星堆位於四川省廣漢市嘅城西三星堆鎮嘅，佢係屬於青銅時代嘅文化遺址嚟嘅。但係佢最特別之處就在於喺三星堆裏面揾到嘅嗰啲文物，除咗有3000幾年嘅歷史之外啊，亦都同期我哋中原文化所揾到嘅文物嘅嗰個造型相比起上嚟呢，係非常之唔同樣嘅，而且設計同埋風格都係完全唔同。究竟解釋咗啲乜嘢呢？好多人都會有唔同嘅遐想，認為到三星堆會唔會係外星文明而嚟嘅呢？又或者三星堆係咪屬於一啲外來嘅民族，或者係一啲其餘嘅古文明呢？尤其係三星堆所揾到嘅文物，佢嘅做工以及係工藝都比同一時期商朝所揾到嘅青銅器物件係更加鬼斧神工，所以就為到三星堆更加添上一層神秘感啦。喺呢度，我相信大家係親眼睇到三星堆文物嘅時間，一定能夠揾到屬於自己嘅答案。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北川嘅地震遺址，同樣都係我哋今次旅程嘅其中一個焦點嚟嘅。北川地震遺址就係汶川大地震之後嘅災區所保留落嚟嘅完整景象嚟嘅，亦都係世界上面原貌保護規模最大、地震破壞最全面嘅一個地震遺址嚟嘅。基本上喺呢一度所保留到嘅都係當刻汶川大地震嘅原貌。喺呢度我哋就可以學會如何居安思危，如何敬畏大自然。相信對於我哋呢一啲住喺絕對安全城市嘅朋友係有一個好好嘅學習作用嘅。之後嚟到第8日嘅行程，我哋就會嚟到劍門關鎮嘅，係歷史上非常之知名嘅關隘嚟嘅。喺古代時候，如果要進入蜀地嘅話，攻下劍門關就係佢嘅必經之路，而且要進入到四川蜀地嘅話，喺經過劍門關之前，仲要走過地勢險要嘅蜀道。因此，我哋喺呢度呢，亦都可以見識到唐代詩人李白所講到嘅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究竟佢真正嘅意思係點樣？因為蜀道就喺劍門關嘅面前，我哋如今都可以體驗得到啦。再之後，我哋就會去到翠雲廊景區。翠雲廊景區其實就係劍門蜀道翠雲廊現存嘅7803棵嘅古樹嚟嘅。喺呢啲古樹入面，差唔多全部都係古柏樹，就佔到當中嘅99%噶啦。而呢啲古柏樹，佢嘅平均樹齡就有1050年咁耐。當中最年長嘅2棵古柏，一棵就叫做
劍閣柏，另一棵咧就叫做瑞大柏。呢兩棵古樹嘅年齡咧，仲係去到誇張嘅2300年咁耐，所以咧亦都被稱之為蜀道奇觀同埋森林活化石嘅。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第9日嘅行程，就會去到阆中古城嘅。阆中古城係咩地方呢？其實唔好睇佢好似唔出名咁樣，阆中古城佢係同平遙、麗江、攝縣並稱為中國嘅4大古城嚟嘅，亦都素有天下第一江山之稱。阆中古城佢嘅建築風格係完全體現到我哋中國古代嘅居住風水觀，棋盤式嘅古城格局融合到南北風格於一體嘅，亦都係中國古代建成選址天人合一呢個標準嘅最完美嘅一個典範嚟嘅。喺阆中古城就有張飛廟、永安寺、五龍廟、滕王閣、觀音寺、巴巴寺以及係大佛寺，仲有川北道貢院等，總共8個全國重點文物嘅保護單位嚟嘅。咁所以我哋點能夠錯過呢笪地方呢？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第10天嘅行程，嚟到由成都航空工業花咗歷時2年所興建到嘅首座園林式嘅戰鬥機博物館嘅。呢個同樣都係行程嘅重點。當然我係一名軍迷嚟噶嘛，梗係中意參觀呢一笪地方啦。喺呢一度就陳列咗9款唔同嘅戰鬥機嘅，佢哋分別就有殲5型嘅戰鬥機、殲7型嘅戰鬥機，出口到去巴基斯坦嘅梟龍戰鬥機，以及係作為我哋中國空軍現役3劍俠之中嘅其中2款殲10嘅戰鬥機，以及係殲20嘅戰鬥機嘅。而當中仲有另外2款系列嘅無人機，分別就有翼龍系列嘅無人機同埋天賜系列嘅無人機，總共3架。嗱，當中我哋要注意到啦，喺呢度所擺放到嘅殲20戰鬥機呢，佢係呢度嘅亮點之一嚟嘅。原因就係想當年喺2007年殲20研究立項論證嘅時間啊，就整咗一架全尺寸嘅金屬樣機嘅。而呢一架最早嘅殲20概念機，其實就係放喺依個園林博物館裏面嘅嗰一架殲20啦。因此佢係十分之具有重要嘅歷史文物價值嘅。再之後咧，就會去到成都近郊嘅一個大熊貓樂園，呢個咧亦都係行程嘅重頭戲之一嚟嘅，就係參觀到呢一個中華嘅大熊貓院啦。中華大熊貓院亦都係我格仔特登選址嚟到去參觀大熊貓嘅地方。原因就係除咗四川係大熊貓嘅出生地，係大熊貓嘅發源地之外我哋亦都做足功課，知道四川參觀大熊貓嘅地方係有好多嘅，但係點樣為之揀一個好嘅呢？喺我嘅標準嚟講，當然好嘅熊貓參觀地方就一定要人比較少，最好咧就係熊貓多過人。如果唔係去錯地方嘅話，就反而係參觀人多過熊貓啦。所以我哋嚟到中華大熊貓院就啱晒啦，因為喺呢一度咧人比較少，熊貓比較多，咁樣大家就可以毫無障礙睇清楚呢度活潑可愛嘅熊貓，仲可以作出近距離嘅接觸。呢一種感覺係喺其他嘅動物園唔能夠感受得到嘅。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參觀到我哋中國人古代嘅智慧結晶都江堰千年水利工程啦。喺古代憑住有限嘅人力以及係建造技術，究竟我哋點樣利用到我哋嘅智慧嚟到治理岷江嘅水患呢？唔講唔知，都江堰水利工程其實距離現今已經超過2270年嘅歷史噶啦。但係即使時至今日過咗2000幾年啦，都江堰水利工程依然繼續運作當中，係繼續令到四川嘅人民受惠嘅。如果冇咗都江堰嘅話，其實都好難有天府之國依笪咁富庶嘅千里平原。所以嚟到呢度，我哋一定要好好咁去睇下屬於我哋中國古代人嘅智慧究竟有幾咁厲害。之後呢，我哋亦都會去到都江堰嘅仰天窩熊貓自拍廣場，睇到佢嘅造型都覺得非常之得意。然之後呢，亦都會去到都江堰西街，以及係成都嘅春熙路步行街。春熙路步行街係成都最繁華嘅商業街嚟嘅，就由春熙東路、春熙西路、春熙南路以及係春熙北路
4條嘅步行街組成。當然近嚟都非常之熱爆嘅太古里，亦都係出名多靚仔靚女網紅經過嘅地方嚟嘅。然之後我哋亦都會去到另一個古色古香嘅網紅打卡點，成都嘅闊窄巷子。喺呢度呢，記住去到影多啲相，因為呢效果非常之出眾㗎。再之後就嚟到第12日嘅行程，我哋喺臨上飛機之前就會嚟到去見識一下四川獨有嘅茶文化。因此呢，我哋就會嚟到著名嘅觀音閣老茶館。呢個老茶館呢已經有上百年嘅歷史啦。佢嘅建築就係典型嘅川西地區清雅房嘅建築嚟嘅。由於佢嘅年代遠久，所以都幾有嗰股滄桑感㗎。呢個茶館無論從佢嘅建築陳設，仲有茶客，都透露出濃濃嘅歷史感嘅，亦都係最具四川文化嘅特色。然之後我哋就會搭專車前往成都天府機場，直飛到香港，就嚟到結束今次為期12日嘅旅程㗎啦。喺呢度順帶一提，今次呢一個12天嘅天府之國旅程，格仔係會隨團出發嘅，因為話晒呢個行程都係我設計㗎嘛。而且我哋喺全程所安排到嘅旅遊巴呢，都係俗稱2+1座位嘅飛機椅旅遊巴嚟嘅。佢嘅座位非常之闊，係我哋特登預訂，唔係一般出邊嘅旅行社可以坐得到㗎。再嚟，我哋仲會為每一位團友特別加送到每人一張夠晒呢12日旅程所用到嘅一張數據漫遊電話卡嘅。呢張數據漫遊電話卡係可以直接連通香港，所以即使身處國內都可以暢通咁使用到類似 WhatsApp 啊、睇 YouTube 啊，或者去登入翻你哋香港嘅電郵嘅。咁當然啦，你亦都可以攞呢張數據卡嚟到去油管嗰度睇我哋新潮文嘅節目嘅。總之就係暢通無阻。最後一點就係我哋今次所安排到嘅呢個行程，都知道大家嘅性格噶啦，都係想舒舒服服、他他條條，所以我哋呢個行程所設計到嘅行路位呢，就唔係太多嘅啫，基本上都係點對點，唔需要行得多嘅。喺呢一度我就再重複多一次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價錢嘅聯絡方法，就係 WhatsApp +85268287447去到揾潘小姐去索取資料以及係報名嘅。再講一次係 WhatsApp +85268287447聯絡呢個 WhatsApp， 到時希望見到你同我玩盡呢12日。咁好啦，今日我哋嘅節目時間嚟到呢一度，臨結束之前提提大家，請嚟到重新檢視有冇喺訂閱新潮文頻道或者新潮文 2.0 頻道嘅同時撳埋隔離嘅嗰個啷啷掣，記得要揀全部嘅嗰個啷啷掣撳埋佢，先至係完成整個訂閱嘅流程㗎。撳咗呢個掣之後，先至能夠最大限度咁樣去確保到收到我哋嘅出片通知以及係直播通知嘅。喺呢度呢就有勞大家啦。咁好啦，今日我哋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拜拜。